一个毫无预兆却瞬间封神的名场面。有人说，时代记住一个瞬间，不需要提前铺垫，也不需要刻意设计，它就是那样突然地发生了，干净利落，毫无准备，却直击人心。2025年星光大赏的现场，舞台灯光璀璨，人群呼声沸腾，上百个摄影设备从不同角度捕捉着每一个细节。那些精心安排的红毯亮相，颁奖发言本应是全场焦点，但真正能穿透屏幕、点燃话题的，却是一些不小心被记录下来的时刻。那一晚，最意外的主角是3位年轻演员：周也、陈星旭、王玉雯。本是一次普通的座位安排，却意外成了全网疯传的名场面，甚至火到了海外社交媒体。所有人都没想到，一个看似平常的对话和几个不经意的表情，竟能让网友们笑到断气，再反复倒带观看。因为越真实的东西，越能让人无法移开目光。故事总是在最不起眼的角落悄然开始。那晚3人的座位从左到右排列如下：周也、陈星旭、王玉雯。这本是再普通不过的安排。颁奖典礼上，艺人们通常都会乖乖坐好，保持仪态，避免成为尴尬镜头的素材。然而，意外就是这样产生的，不需要理由，也不会提前排练。周也与王玉雯久未见面，一碰上就像大学老同学重逢一样，话题像失控的洪水般止不住。两人从造型聊到妆容，从角色聊到生活，从工作压力聊到最近的小趣事，兴致满满，笑声不断。于是2位女星越聊越近，靠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呼吸。而坐在他们中间的陈星旭，像是被世界临时隐藏了一样。陈星旭的3阶段崩溃表情，从体面到灵魂出窍。整个画面之所以能火，是因为网友把陈星旭的表情变化分成了3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都精准到让人笑到喷饭。第1阶段，保持体面。最开始，他仍保持着红毯级别的绅士微笑，淡定、有礼、沉稳，甚至略带一些从容的气场。但随着2位女演员越聊越起劲，他明显意识到，自己好像用不上了。第2阶段，尴尬开始渗透。聊天声不断靠近，他的肩膀逐渐绷紧。他试图轻身靠近一点，想参与几句，可惜对话节奏太快，2位女星压根没注意到他。于是他轻轻吸气，默默把头别向另一边，眼睛开始漫无目的地在空气中游荡。那一刻，大家都能感受到他的灵魂仿佛在喊：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家了？第3阶段，无奈封神。真正让全网爆笑的是，当周也贴近王玉雯耳边说悄悄话，2人靠得几乎肩并着肩。而陈星旭的表情直接从无奈进化到灵魂出窍，那眼神写满了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网友甚至给他取了一堆外号：最委屈的透明胶带代言人，夹缝中的坚强小陈，被姐妹情毁灭的中间人艺术。短短几秒，他的表情却像极了所有普通人被忽视时的真实反应，笑料十足且极具共鸣。停不下来的姐妹聊天，越聊越近的2位女星。那几分钟里，周也和王玉雯就像按下了超强语音连发键。他们聊得太忘我，工作压力、角色心得、造型惊喜或翻车、拍摄时的小事故，或者一些女生之间的小秘密。话题跳得飞快，完全不给旁边的陈星旭插话的机会。当2个久未见面的好姐妹重新连上线，中间那位被动旁观者的处境就变得格外让人心疼，更准确地说，是让人又心疼又好笑。因为陈星旭越显得尴尬，画面就越真实，也越让人忍不住反复观看。网友，这才是我们普通人最真实的样子。当这段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后，网友几乎在第一时间炸锅，评论区简直像被点燃一样。这也太真实了吧，我被朋友忽略时就是这副表情。小陈抬头想讲话，又默默别回去，那一瞬间，我真的笑疯。姐妹俩靠得快叠在一起了，中间那位哥哥你要挺住啊。还有网友精准提炼气质，这不是颁奖典礼，这是中间人生。尴尬到破防，我隔着屏幕都替他无处可逃。越真实越让人共鸣，越自然越让人难忘。
网友疯传的那一眼，藏不住的温柔与笨拙。除了尴尬，也有温柔被捕捉到。在两位女星聊天的一个短暂间隙里，陈星旭突然看向周也，那眼神不夸张，没有戏剧化，而是带着一种笨拙的关心，自然的柔和。几帧画面而已，却让网友们瞬间炸裂。这眼神太好磕了吧！有人快去安排合作，怎么感觉他真的在认真看他？于是网上开始大量出现慢动作剪辑、高清升格、10倍放大版的深情一眼。看来网友磕 CP 的速度永远比摄影机捕捉画面的速度更快。其实三人之间一点都不尴尬，真实关系曝光。很多人以为陈星旭那晚可能社死到想跑路，但活动结束后有知情人透露，三人私下关系很好，并没有所谓的不自在。陈星旭本来就是安静型性格，坐着听别人聊天对他来说非常自然。周也和王玉雯则是典型的活泼聊天型，难得重逢当然停不下来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比网友看到的还要轻松自在。也正因如此，画面才如此自然，毫无做作感。星光照亮舞台，也照亮演员最真实的人性瞬间。颁奖典礼通常意味着华丽礼服、冠军奖杯、掌声、媒体镜头、风光时刻，但真正打动观众的从来不是这些表面亮点，而是那些不经意暴露的最真实的情绪。尴尬、无措、温柔、紧张、笨拙、自然。陈星旭那几秒无处可逃的眼神戳中无数人，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被忽略的瞬间，有不知道手往哪放的时候，有想说又不敢说的时候。这就是共鸣的力量，被全网记住的温暖共感。那晚发生了太多盛大而隆重的流程，但最终让人记住的却是两位女星毫无保留的畅聊，中间男演员表情逐帧崩塌，全场最真实的夹层人生，没有台词却能让人看懂的尴尬与温柔，让无数人笑着笑着突然心软的瞬间。这并不是剧情，不是剧本，更不是表演，它就是最简单的日常，也是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通用情绪。所以它才能火到海外，让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评论区笑成一片。因为真实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。感谢你愿意读到这里。如果这个真实又好笑、温柔又尴尬的小瞬间也触动了你的一点点情绪，希望你能留下你的想法。你是否也经历过类似被朋友两边包夹的场面？你觉得这三人的互动是不是特别自然、有趣？你最喜欢哪一个瞬间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故事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更多这样的真实内容，记得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来自生活的有趣而温柔的真实片段。你的每一次支持，都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次再见。